都给我醒醒！身为山河4省高3生，我今天要让你们也尝尝什么叫内卷。闺女啊，大半夜的这是要干啥？从今天起，全宗门实行007修炼制。007是啥意思啊？不知道，但听起来好可怕。就是从0点修炼到0点，1周7天无休。现在，所有人都给我立下道誓。什么道誓？念：100年之内不飞升，天打雷劈，形神俱灭。生儿，这会不会太狠了？爹，您信我，不练一练，您都不知道这帮人能有多优秀。那个，我们要是不立呢？那就现在就天打雷劈哦！我立！修仙之路险且长，每日3省吾身。师妹，你那本50年飞升30年勤修看到第几页了？我已经背到第3章了。师兄，你慢点，我才看完第1章。这书谁写的这么厚？我写的呀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启发？张师姐，启发，太有启发了，启发的我都快飞升了。乖，今晚加练1个时辰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女穷。青云宗，10年前你辱我，今日我必灭你满门！有人来砸场子！终于轮到我了！这2条狗不逃，那就和这群蝼蚁一起陪葬好了。我瞎了！谁家好人拿元婴期大妖当看门狗？竟然真是元婴期！怎么可能？青云宗不是末流宗门吗？最强者不过金丹中期才对。你说的那是10年前的老黄历了，这不是我来了吗？2位前辈法力通天，何必要护着这个破落宗门？爹，他这是要挖咱家墙角。让他挖，让他挖。岂不闻大丈狗生居天地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我乃荒古圣体，注定要飞升成城。只要你们愿意弃暗投明，我保你们3000年内与我一起成仙。望3000年成仙，望，咱们立的誓是100年不成仙就……不要3000年，太慢了！哈哈，3000年比蜗牛还慢。大黄望号要是等3000年，早被天雷劈成渣渣了。区一个凡人废物，也敢对修仙者不敬，找死！敢对小师弟出手，一直都这么勇的吗？多漂亮一张脸啊！等下就要被揍成猪头了。开盘，我赌小师弟3秒解决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让你骂我凡人废物！我可是金丹巅峰，竟然打不过凡人。谁说我家小师弟是普通凡人了？这孩子没有灵根，走不了修仙路，但武道炼体走到底，同样能破碎虚空，飞升成仙。我家小师弟可是5圣，换算过来比元婴还强的化神期哦。化神，看门狗元婴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宗门？江生，你别得意得太早，今日之耻，我必将100倍奉还。慢着，谁让你走的？江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已经承认技不如人，莫非你真要赶尽杀绝？你那一剑可是冲着毁灭我青云宗而来的，到底是谁要赶尽杀绝？我没空和你玩什么逆袭打脸的游戏，既然结了怨，当然要斩草除根。你是认真的？动手！放肆！我看谁敢动我徒儿！打了小的来老的，这套路怎么这么熟悉啊？生儿，这次来的不好对付。爹，正好。咱青云宗10年内检的成果也该检验检验了。终于来个大 boss 了，我都快憋死了，天天修炼没处用。师姐，下命令吧！青云宗全体都有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内卷的终极形态。来了，打了小的来老的这套路真是万年不变。不过这位长得还挺帅。生儿小心，此人不简单。等等，这脸萧长歌，万仙盟盟主的儿子，原著男主。300年就修炼到大操期的绝世天骄，未来还会和女主长相思侣那个。师姐，你自言自语什么呢？没事，我在背人物设定。师傅，他们欺负我，你看我的脸。小小年纪，行事竟然如此歹毒。他要灭我青云宗满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歹毒？昨日因今日果，若非尔等10年前轻慢侮辱梦离这个荒古圣体，又岂会遭此劫难？听见没？又是这套受害者有罪论，说起这个我就来气。师姐，荒古圣体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到咱这儿就成受害者了？你以为荒古圣体是啥好东西？
荒古和现在环境完全不一样，人种修炼方法都天差地别。说的好听叫荒古圣体，说难听点，难听点叫什么？就是畸形儿。你想想，一个现代人返祖成了大猩猩，看起来很猛，但身体根本不适应现在的天地灵气。原来是水土不服。想解决也不是没办法，需要耗费10万年以上的天才地宝洗精伐髓，重塑体质。等等，师姐，咱后山不就有一口10万年的灵泉吗？对啊，巧了不是？10年前，这位荒古圣体大人还是个凡人的时候，不请自来，开门见山就说：“乖乖将泉眼奉上，待本姑娘神功大成，少不了你们青云宗的好处。”当时主管宗门事务的我又不是傻子，自己宗门的人都不够分，怎么可能为个不认识的外人揭勘地狱？青云宗，你们竟然敢看不起我！30年河东，30年守隙，莫欺少女穷。就这样，我们莫名其妙成了反派，在原著剧情里被随手灭门，200灵石，哎，盘超都给了，还叫侮辱他？200灵石，当年外门弟子1个月才10块，这也太玻璃心了吧！纯碰瓷。本为梦离出力，是你们青云宗的荣幸，但你们竟然伤了他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不过本座心善，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梦离身边尚缺一群家奴。说什么？尔等且潜心侍奉1000年，若有悔改，可饶尔等狗命；若无悔改，形神俱灭。爹哪！爹刚在给灵草出土，生儿咋了？谁欺负你了？爹，这个王八蛋欺负咱青云宗全是体面人，他说要让我们给他徒弟当1000年家奴，欺负到我闺女头上了。爹，揍他！口出狂言，就凭他一个小小的金丹。你大胆！我可是大成期。大成，说的好像谁不是一样。什么？谁敢犯我青云宗？哪个不长眼的来砸场子？听说有人要让我宗门当奴隶，老身倒要看看谁的皮这么痒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末流宗门。不好意思啊，萧大天才，你这绝世天骄同境界能打10个，对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咱这儿好像不止10个啊！天才，我现在说10个打1个，你信吗？走！师傅，他们不会追上来吧？显仙阵，起！应该安全了。师傅，怎么不跑了？梦离，别怕，任他青云宗大成再多，也只能困死在里面。真的吗？当然，这可是仙界阵法，非仙人不可破。哼，区区青云宗，这里有尊都假都。什么？你们怎么出来的？萧天才，你这仙界阵法好像不太结实啊。师傅，你不是说明非仙人不可破吗？我就说吧，咱们的圣人速成班效果不错。是啊，一个阵法而已，咱青云宗都能批发仙人砸烂它。你们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问得好，我们就是内检之王。10年冲刺班，了解一下。师傅，你不是说他们是末流宗门吗？情报科误我。好啦，两位，是自己立道士当外门弟子从灵修行，还是我们帮你们松松筋骨？选一个吧。爹，咱宗门又要壮大了。唉，闺女的内卷瘾又犯了。怎么，萧大天才脖子落枕了？转得这么慢？师姐，他是不是被吓傻了？我明白了，可能这就是人类说的破防了，是心魔作祟。对，一切都是虚看门狗，什么肌肉武圣小师弟，什么几10个大成期都是假的。爹，他是不是一直这么勇？应该是遗传。刚才他不也一个人冲咱山门吗？哦，师徒传承，理解了。小小心魔，竟敢乱我道心！行了行了，我就问一句，他一直都这么勇的吗？师傅平时挺稳重的。不对，现仙阵变幻无测，生门和死门加在一起有10086种变化。然后呢？每一个变化环环相扣，一步错步步错。你们怎么可能一个不少的全都跑来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还没醒，这一定是幻觉，我一定还在心魔里。醒醒，这不是幻觉！你敢打本座？才10086种变化，你嘚瑟个啥？我们一天的刷题量都不止这个数了。刷题？什么刷题？就比如昨天大师兄刷了3000道破阵模拟题，二师姐刷了4000道，我只刷了1500。我的效率比你高出1倍，建议你改进学习方式。行啦行啦，别把咱的内卷秘籍全抖露出去了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合常理。你还好吧？问得好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内检呗。
10年前，修仙界常用10万种阵法应予解析。10年过去了，老夫至今仍然会梦到被那本书支配的恐惧。还有那个小黑屋，背不下来就关进去，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吗？你们现在不都能闭着眼破阵了？对，第1阶段种阵法背完之后，第2阶段就是模拟10大仙阵。一句话，填鸭式教育。我又不是要培养阵法干实，会死记硬背破阵大师。别说一个仙阵，就算10大仙阵齐出，也拿我们没啥办法。喂，小长哥，我叫萧长哥。小长哥，你就一个仙阵能拿得出手吗？有没有什么绝仙阵、立仙阵、周天星斗大阵、12都天神煞大阵之类的？拿出来给我们开眼。胡说八道，那可是仙阵，我会一个仙阵就已经是天纵奇才了。叽里咕噜说啥呢？不行就是不行。你胡说！要不是你们青云宗不讲武德，一群人围攻1对1的话，我师傅能把你们头都打爆。他可是万袭仙盟少盟主。大姐别说了，你是感知不到旁边那几10个大层期的杀意吗？你们敢对我师傅不敬，就不怕被灭门吗？灭门，好熟悉的台词，我记得你进门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师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动手吧。搞定。第1道工序，遮掩天机。第2道工序，锤成扫子。第3道工序，三昧真火焚烧。第4道工序，万魂幡收魂。你们怎么比魔道还？我不想被炼金翻脸。第5道工序，唢呐送葬。瞧瞧这配合，在杀人灭口这件事上，咱青云宗也是做到极致内卷了。汪，这帮人连毁尸灭迹都要搞成流水线。汪，毕竟是从江生师姐的善后指南里学的嘛。哟，你记性不错啊！那本善后指南可是我自己写的，一共86道工序，每一步都要精确到秒。老夫还拿过2次善后模拟考的第1名。大长老是学霸，整个宗门我最看好他。不对，敢动本座孙子，死！好强的气息，比大层期还强。是仙人，还不是普通仙人，是仙王级的。我爷爷可是仙王，你们死定了！让你们内卷，卷到天边也扛不住一根仙王纸。师姐，怎么办？急什么？我早有准备。我宣布，启动流浪青云宗计划。流浪什么计划？他刚才说什么？汪！我好歹是元婴期大妖，为什么还要体验狗生第1次云山？刺激，比上次宗门大比武还刺激。大概率打不过。青云宗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极致内检，以寡敌众，越阶杀人那是主角模板，以多欺少，仗势欺人才是我们的宗旨。闺女分析的对，咱们宗门啥都卷，就是不是卷正面硬刚。所以嘛，打不过还不能跑吗？这里又不是仙界，仙人不能真身下凡，每次出手都要付出大代价。只要我跑得够快，就算他是仙王，也只能吃咱青云宗的尾巴。比仙王还快，一座山比仙王还快。师傅，快想办法呀！爷爷，快停下！我是长哥，是我。大师姐，坏了，我们成公敌了！别急，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万仙盟发的公告，他们说我们修炼魔术，屠戮苍生，还说我们人证物证俱在，号召全修仙界围剿我们。人证，萧长歌和沈梦离，他们不是还没死透吗？哦，就剩5成魂魄，也算不得人证了。呵呵，我们成魔道了，连正儿八经的魔道都干不出这么离谱的事儿。这里还有魔道圣子发的声明，青云宗不熟，我们魔道干不出这么离谱的事儿。他说他代表魔道和我们划清界限。等等，连魔道都嫌我们离谱。妖族少主的声明也来了，内容和魔道差不多，也是来声讨我们的。也就是说，万仙盟、魔道、妖族3方同时把我们定性为公敌，修仙界3大势力齐了。汪！我就说低调一点吧，非要嘲讽仙王。汪！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想办法吧。大师姐，要不咱们和他们拼了？几10个大城，还怕他们不成？拼不过，我们打不过仙人。万仙盟背后不止一个仙王，那怎么办？打不过仙人是打不过，但那些跟风的修仙者我们总能打过。游击战可以，但正面宣战就是找死。我们卷的是修炼。女儿啊，打不过仙人，现在东西也卖不出去了。所有修仙者的访视都把咱拉进了黑名单，没钱买材料，没钱升级法宝，就连弟子们的阅历都快发不出来了。没钱就没法提升修为，没法提升修为就是个死循环。难道我们真要在这山谷里饿死吗？老身修炼了几千年，没想到最后是被经济制裁死的。卖不出去，那倒也未必。女儿有办法，可是所有修仙者访视都……谁说我要和修仙者做生意？凡人，师姐，凡人买法宝干什么？传我令，全宗盘点库存，法宝、丹药、符箓全部打包整理。另外，召集所有擅长炼器的弟子来大殿见我。是，大师姐。
好了！女儿啊，你跟爹透个底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卖东西给凡人，他们就算买了也用不了啊。爹，您想想，凡人用不了法器，但总有他们用得上的东西。修仙者不要我们，那我们就去开拓一个修仙者从来没正眼看过的市场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汪，每次他用这副表情说话，天都得塌半截。万仙盟说我们是公敌，不让我们和修仙者交易，哼，那就让我们来教教他们，什么叫做降维打击。爹，您瞧，下面这座城像不像一块无人开采的灵石矿？江生，你又打什么主意？您想想看，和修仙者做生意什么感受？难，那些老狐狸谈个买卖磨蹭3年5载是常事儿，动辄还想黑吃黑。就是这个理，付出和回报根本不成正比。可是爹，凡人呢？凡人。第一，咱们是修仙者，不怕他们黑吃黑；第二，他们没有灵根，留着灵石也是石头，不如拿来跟咱们换真宝贝，大家各取所需，妥妥的双赢啊！凡人基数是修仙者的几十万几百万倍，从来没人真正踏足过的蓝海。爹干好了这一票，别说举派飞收，举派成仙王都有可能。可生儿，万仙盟麾下早就有面向凡人的店铺了，这条路已经被他们捷足先登。您说的那些我知道，不过是给世俗权贵开的口子罢了，卖点低阶法器入门功法，价格死贵，品质还差。那你想，我啊，看上的是所有人的钱包。大师姐，你把我们召集来到底要干啥？我还差一步就摸到飞升门槛了。师兄别急，飞升的事暂时放一放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全体转型。啥？转型？做生意？跟凡人？听好了，擅长什么就干什么，一个个来。大师姐，我只会打铁。三师弟，你去开铁匠铺，专做农具。我给你规划好了，全修仙界最大的农具批发商就你了。啊！我堂堂炼器天才。二师妹，你单道无双，去开医给灵石，什么病都治。师姐，凡人的病很多和修行无关，那你正好清闲，顺便开发点美容丹药，给他们老婆用，赚头更大。大师姐，我是个粗人，除了打打杀杀啥也不会。完美。你去开武馆，专门教那些闲出屁来的贵族宰弟，记住收贵点，他们不怕贵，就怕不够贵。还能这样？那剩下的按灵根分配，金灵根的去挖矿，挖矿；木灵根的卖农药。师姐，我想种灵草来着。不行，水灵根的负责行云布雨，火灵根的下竹涨潮，土灵根的修房子盖煞。我怎么觉得像是把大伙发配了？万里路程，半个灵石，还让神仙亲自带飞，这万一是真的呢？我可是听说隔壁老王昨日真坐上了神仙的非洲一盏茶公主。青云美容院你们看过吗？说能让人年轻20岁。请问客官，只要10块美容院终身会员带回家，童叟无牵，神仙信誉担保。我试试。飞起来了！我堂堂大成修士，离飞升只差一步，现在正在当车夫，倒是误我。神仙叔叔，能飞低一点吗？我想看看下面的山。好的，小客官。今年从凡间收缴上来的灵石又少了30%，天才地宝更是锐减几乎50%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查出来了，有个叫青云宗的宗门，几十年来一直在跟凡人做生意，现在凡人宁可去找他们，也不来咱们的定点店铺了。做生意？修仙者跟凡人有什么生意？他们的大乘期修士负责载人飞行。大乘载人飞行？还有更离谱的，他们的火灵根弟子开酒楼，木灵根弟子卖农药，水灵根负责下雨收钱，土灵根的包工头生意好到连皇宫扩建都找他们。一群有望飞升的修士就搞这些。禀长老，灵风国皇室昨天正式宣布驱逐咱们的人，只留青云宗的商铺。传令下去，集结执法队。本座倒要看看，这帮自甘堕落的修士能嚣张到几时。又跑了！队长，咱们走之后，他们肯定又回来。这群泥鳅！队长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数万修士抓不住一群做生意的小宗门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大师姐，不好了，万仙盟也开始学我们，全方位跟凡人做生意了。哦，谁出的主意？是萧长歌和沈梦离，他们没死，而且还说服了万仙盟盟主，说打不就加入。现在他们靠着万仙盟人多体量大，所有业务价格只收咱们的90%，要把咱们挤死。师姐，最近我们的客流量已经降了40%了，这样下去，萧长歌、沈梦莲被咱们倒是学聪明了，还无师自通搞起价格战。49年入国军，勇气可嘉。49年入国军是啥意思？不懂，但师姐每次说听不懂的话，就是要出大招了。师姐，现在不是品茶的时候，咱们的商业版图已经被挖缩大半了，要不直接打上门去？我新研究了一款法器。慌什么？传令下去，为庆祝青云商祥成立70周年，旗下所有业务全部半价。半价？那不是亏得更厉害吗？谁说会亏？
再追加一条，发10亿张消费券，满20零食减19零食。满20减19，那不等于不收钱吗？虽然没吃过猪肉，但我见过猪跑。我倒要看看刚刚开支的万仙盟能不能卷赢已经卷了几10年的现代商战。倒真没想到他能把这天赋全点外坑人。我听见喽，咱们修仙人怎么能叫坑人？这叫降维打击。大师姐，万仙盟的铺子又关门了3家。你看这账本，咱们这个月的流水都快把库房堆满了。金掌柜说他打算再挖3个地窖来放零食。意料之中，半价再叠加消费券，咱们的价格比万仙盟低了90%不止。人嘛，都是趋利避害的，有便宜的，谁还想买贵的？何止！现在整个凡人世界都疯了，能买到咱们丹药法器的，就跟过年一样；买不到的，那真是捶胸顿足、呼天抢地。萧长歌和沈梦离那边呢？他们能眼睁睁看着？当然不能。听说他们急得差点把万仙盟总督的屋顶都掀了，咬牙说要跟咱们跟到底。咱们降多少，他们降多少。可惜啊，可惜万仙盟太臃肿，上上下下那么多长老堂主都要临时供养，现金流早就断了。萧长歌现在是不是在卖家当了？大师姐，你猜的一点没错，他正偷偷低价抛售天才地宝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按你吩咐，派人用散户身份全给他抄底了。他卖1株千年灵芝，咱们就收1株；他出1块玄铁晶，咱们就收1块。做得好，这一波抄底要是抄好了，够咱们宗门300年开销。话说回来，就算他抄袭咱们的促销手段，效果也是天差地别。咱们在凡人世界深耕70年，扫地的大爷都知道青云商社靠谱，咱们降价那叫让利回馈，利润变薄一点罢了。万仙盟呢，纯赔本赚吆喝。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人心。上仙，这包药粉能不能分装成3份？老身想分3天吃。分装？你让本座给你分装？本座7岁引气入体，12岁筑基，是来给你这凡人当药童的。又杀人了，这是这个月第3起了。万仙盟那帮所谓的天才，让他们论道比剑还行，让他们服务凡人，比杀了他们还难受。一个合作70年、物美价廉、把顾客当人看的青云商社，跟一个动不动就杀人的万仙盟，谁靠谱？瞎子都知道。赢了，赢了！大师姐，咱们彻底赢了！大师姐，不好了！二师姐出门行医，被萧长歌那厮带人堵住了。二师妹修为虽然才合体期，但跑路应该不成问题吧？啊，大师姐你怎么？这可不是我吹牛。自从得罪了万仙盟，我在每个弟子的必修科上又加拉了一门9天流云遁术。就一句话，跑路速度比大成期都快。可是萧长歌那个杂碎，他用一国凡人的性命做威胁，说二师姐若敢逃走或还手，他就屠尽那个国家的所有百姓。他逼二师妹放下一切抵抗，硬扛他3招。枉他也自称名门正派，行事竟然如此龌龊，如此下作。什么？让二师妹硬扛他3招，他不怕死吗？大师姐，你急糊涂了。二师姐修为才合体期，萧长歌那厮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，已经恢复到大盘期巅峰了。有性命之忧的不该是二师姐吗？你快跟我去救人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萧长歌，你就算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江生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多次与我作对，毁我宗门，绝我生路。这次，我要你亲眼看着自己最挚的人死在你面前。你们这是拼好人？还不是因为你！如果不是你玩阴的，把我们万仙盟逼到绝路，我爷爷也不会为了救我们，将我们的魂魄强行捏在一起。那你们上厕所的时候，是站着还是蹲着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我这就先杀了这个丫头，让你尝一尝剜心之痛，然后再灭了你，灭了你们整个青云宗。你若是敢出手相助，我就屠了这一国百姓，说到做到。行，你请便。大师姐，你快出手救人啊！二师姐她扛不住的。不急不急，
小师弟，你见过天谴吗？天谴？大师姐，这个关头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什么？不，这是什么？这闪电的气息！别废话，快筑屏障！给我挡住！什么？我们的杀招被一道光圈抵消了？那是功德金光。功德金光，这是天道颁发的东西，专门奖励给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生灵。别跟我科普了，换个通俗的说法，这玩意儿就等于1等功。敢打功德金光的持有者，就是在打天道的脸。天谴不批我们批谁？服不服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青云宗地位低下，怎么可能有功德金光？天道不公，天道不公！这次就不信。哎，他们又选错了。三师弟在我的指点下，复刻了许多我穿越前的现代化农具。大师姐教三师公的那些东西可厉害了，虽然没有像二师姐那样白送，但价格极其低廉，所有凡人都买得起用得起。再来，杜甫！对不起，你们这样子实在是太好笑了。我不信，你也有这好运，收拾不了他们，我们还收拾不了你了。江生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江生，你果然是个废物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竟然还只是区金丹初期。金丹初期，你也配当大师姐？师傅，你知不知道，他可是5系杂灵根的垃圾。如果不是当年抢了我的10万年灵泉泉眼，等等，我实在按耐不住心中的槽点了。什么叫我抢了你的灵泉泉眼？那不是我家的吗？自古天才地宝，能者居之。你们青云宗就是德不配位。梦离说的没错，他可是万中无一的荒古圣体。你们不恭恭敬敬将宝贝献上，竟然还敢反抗？这台词我都听过800遍了，能不能换个新鲜的？修仙界反派专用语录是吧？住口！今天我们就要让你有去无回。我要废了你的修为，让你沦为凡人，让你亲眼看着青云宗毁灭，在悔恨中度过一辈子。金丹期修士的金丹就是命脉，一旦被毁，轻则修为尽毁，沦为凡人；重则直接毙命。我们会控制好力道，不让你死，留你一条命，慢慢品尝痛苦。你们俩的狠话有完没完？我都快听睡着了。什么？这啥玩意儿？你脑子里怎么有1颗金丹？1亿颗还是夸张了一点，不过20万颗还是有的。你有病吧？有修炼出20万颗金丹的功夫，不知道突破境界。就算你有再多的金丹，那不还是金丹期吗？金丹期的极限摆在那里，100颗、1000颗、1万颗，不都是金丹？那可未必。大师姐，你这个气息是怎么回事？这比大成气还……他们说的没错，我是5系杂灵根，就算再卷，这辈子也很难突破到元婴期。但既然无法突破，那我就另辟蹊径。1颗金丹打不过元婴，那2颗呢？2颗不行，那3颗呢？无法产生质变，我就用数量来堆死质量。大师姐，你到底造了多少颗？刚开始也没抱多大希望，就闷头造呗。造完10颗的时候，我发现一般元婴期在我手里撑不过10招。1000颗的时候，大成期也只能乖乖蹲在地上给我擦皮鞋。现在嘛，整整20万颗。老实说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强。救我！20万颗金丹有意思，可也只不过能和1位仙王抗衡罢了。我们这边可是有10几位仙王，今日你青云宗上下鸡犬不留。终于等到你们了。闺女，爹来晚了，路上顺道揍了2个不长眼的，耽误了点功夫。
掌门师兄，你这闺女当年拿鞭子抽我的时候，我就说她有出息。你看，这不就出息了？那鞭子也是我给她买的。各位道友，都是误会，小辈们不懂事，咱们这些做长辈的就不要插手了。我呸！70年前这俩小崽子欺负我闺女的时候，你从仙界一个神童砸下来拉偏架，当时你咋不说是误会？当时你咋不说是长辈就不要插手？现在想认怂，晚了。三师兄，第4个了，第5个，第6个倒下了，那几个老家伙怎么跑得那么快？因为兵卫不想死。死吧！先帝，他怎么又变成先帝了？刚才不是还被我大师姐拿火烧的海爷爷吗？这个增长曲线不合常理，快挂了。朕都想起来了，朕与爱妻下凡历练，不想尽遭尔等贱民的毒手。艺术，朕现在就要拨乱反正。我辛辛苦苦种田70年，好不容易才攒出这么点家底，你一个响指就给我清零，你装个鸡毛呢！大师姐，你好勇啊！20万颗金丹，谁还想试试？这可是先帝，你竟然一巴掌就给我打碎了！不对啊，你不才20万颗金丹吗？那不是仙王的实力吗？哼，谁告诉你我只有20万颗金丹？我明明亲眼看见的。武系杂灵根修行慢，那我给它拆了不就行了？难怪，你从刚才一直都在用火属性法术。道友，你我没有深仇大恨，何不就此握手言和？沈梦离，还不赶紧给江道友道歉！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各位宝子们，剧终喽！